年夏天 ，UBC 减少了它为争取食品安全提供的资助。2022年10月21号，UBC 的学生罢课了，要求 UBC 为食品安全提供充足的资助。UBC 教报估计有1000名学生有幸到 UBC 校长的办公室，表示他们对 UBC 这次决策的不满。他们要求 UBC 建立长期有持续性的食品安全基金。食品安全指的什么呢？这些学生为什么对 UBC 表示不满？根据联合国食品及农业组织或者 UNFAO， 食品安全的定义就是每个人能持续获得充足的、安全的、有营养的食物。轻型食品不安全指的是人家操心怎么得到充足的食品吃。中型食品不安全指的是人家会少吃一顿饭，或者买不起有营养的食品，导致人家选择吃最便宜的食物。在严重性的食品不安全的情况下，人家会过整个一天吃不到饭。食品安全是社会非常不平等的问题。食品不安全最常见的原因就是钱不够。食品不安全主要的人口是贫穷人口。根据加拿大统计局 Statistics Canada， 2021年有50.6%的加拿大人属于食品不安全人口。2021年伊女特人健康调查发现了大约70%的 Nunavut 人住在经受食品不安全的家庭。除了加拿大的北边以外，加拿大经受食不安全最多的地方包括大学校园。加拿大的大学生有40%面临食品不安全。在 UBC 这个数字就是38%。之所以 UBC 的学生看 UBC 减少为食品安全的资助感到非常生气，有大量的 UBC 学生亲自经历过食品不安全，可是 UBC 领导不想帮忙。目前加拿大食品不安全问题有什么特殊原因？今年加拿大通货膨胀率极高，老百姓面临严重生活成本危机。疫情持续了快3年还没结束，导致加拿大的经济不景气，房价、产品价、食品价都在涨，可是薪水保持不变，因此食品不安全率越来越高。很多加拿大人没饭吃，只能吃苦。同时，加拿大最大的杂货品牌的利润在上升。食品安全问题是系统的、制度性的问题，也是社会不平等的问题。而且，如果大学生的食品不充足，他们没法参与大学所提供的很多机会。UBC 不解决食品安全问题，谈不到多元化、平等和包容性。在大学校园，大学管理员对大学的食品系统很有影响。管理员能克服这个平等的问题。UBC 学生要求：第一，提供有持续性的食品安全资助；第二，重组 UBC 的分配食品安全资金理事会；第三，冻结学费，提供经济适用房，提高工资。这些要求会让 UBC 变成一个有食品安全的机构。学生等待 UBC 的回答。